这么早就收盘了 ？Rocky 呢？睡了。睡了。你不是一直都抱怨我工作太忙，没时间陪你们吗？今天我正式告诉 Miss Deng 了，我不打算出任新杂志主编的位子了，以后会有大把的时间陪你们。OK， 那送你的。你收拾行李啊？去哪儿啊？想到隔壁那个工作室啊，暂时住些日子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最近脑子有点乱，想让自己清静一下，让自己放空一下。为什么啊？为了Joanne？他找过你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下午打电话给我，让我把他摆在我这边的基金都还给他。我已经还给他了，而且我还告诉他，让他不要理会你对他说的话。木子，真的说实在的，我有点受够了。这些日子你给我的这些有形无形的压力，真的让我喘不过气来。你说要结婚，我答应；你说非要孩子，我也答应。多少次到医院里面用那种奇怪的方式受孕，我都配合了。孩子生下来之后，你说你要急着去上班，没时间带孩子 ，OK， 我来带，我都做了。在你的条件诱惑之下，把九安介绍给我认识，我接触了他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。可是，在你认为我已经越过了你的底线，现在你又一声令下，要我断绝所有的联系。木子，我是男人啊，我不是你的提线木偶，我有我做男人的尊严。如果你意识到的话，那就让我们先分开一段日子，给彼此一个互相喘息的机会，好吗？你是我老公，是我丈夫啊。我们结婚之后，这生孩子、带孩子，配合老婆安顿好自己的家，是你天经地义分内该做的事情啊。而且每一件事情都是和我在你有商有量的前提下进行着的，是不是？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我逼迫你做的吗？没有吧？生孩子的痛苦经历，我都只字不提，但是吃药、打针、手术、受苦的是我的身体。因为你生了个大胖儿子，我也没见着你后悔莫及啊！你多少事情、多少问题都是我在帮你解决的啊！你的前妻、你的女儿、你的妈、你妈的亲戚、亲戚的亲戚、亲戚的朋友，多少事情，包括你的基金客户，谁在拉着呀？我帮你拉这个基金客户，不是为了提供给你用来调情、用来提高你自己的肾上腺激素的。我今天还把这个新杂志的主编位子给推了，为什么？为的就是我希望我能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回我们这个家、孩子身上，为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够更稳固，为了我们的孩子能够更健康的成长。我为这个家做的所有的努力，所有的牺牲，你眼睛长这么大，你没看见啊？没有人要你牺牲的，没有。你看，现在你不开心，我也不开心啊。这叫稳固，这叫健康吗？我再告诉你，你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，都是为了你自己在想。好了，洛天，我们不要争了，好不好？我不跟你争，你也不要跟我争了。现在既然你这里提出有问题，你把问题说出来，我们冷静下来，把解决问题的方法给找出来。最好的方法我已经想到了，那就是我搬出去，我暂时搬出去，我一个人，找回我们原来保持的那种距离感。晚上你带孩子，白天你就把他送到我那边来，我来带。
我要是不同意呢？你今天回绝 Miss Deng， 还有回绝当新杂志主编职位这个决定之前，你有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啊？谢了。洛天，你是不是真的爱上周恩了？你要是真的爱他，你要放弃我 ，OK？ 但你老实跟我说，请你诚实告诉我。是，我是喜欢上他，你是喜欢上他了，但是我没有忘记，我手上戴着我们的结婚戒指，我也没忘记我对你的承诺，所以我可以老实的告诉你，到目前为止，我只是跟他吃饭、喝茶、聊天而已。洛天，你知道当时我选你做老公为什么？你和其他男人都不一样，我以为你已经是活了一把年纪了，该风流的早已经就风流过的了，你完全已经是可以做到一个成熟完美老公的阶段了呀！怎么可以在这种时刻你突然爱上另外一个女人了？洛天，你已经和你的女儿解释过一次，为什么她爸爸会离开她的妈妈，到了另外一个女人的家里。你真打算将来再跟你的儿子说一遍同样的故事吗？你这样做男人是不是也做得太失败了？我只是觉得一场婚姻几十年，我们不能再像以前农业社会那样，这一辈子认识的人不超过100个人。我们要遇到的人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，就谁能保证我们这一辈子不会再喜欢上新的相识呢？但是发乎情，止乎礼，所以我再告诉你一次，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你、对不起这个家的事情。止乎礼？周安她是个止乎礼的女人吗？她要是不止乎礼，你还能止乎礼？洛天，你是我的老公是个男人，你装柳下惠啊？你想好分居的后果？